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观看今天的节目。中国相法始于轩辕时代，为后封式历法，故名封建。自秦火焚书之后，事无传本，如汉之许父、管路，唐之李淳风、一行禅师，皆无书籍可考。五代达摩复入中国，始立五来相法，麻衣宗之、西夷继之，几乎柳庄、水镜、陈旦美、铁观刀等人才辈出，乃真权盛矣。然而古来相书虽多，但见仁见智，各有不同。每书都有其宝贵可取之处，亦有荒谬可弃之处。学者不察孰是孰非而盲从之，则知相人而不能决，决亦有验不验焉。为此，小编特地整理了众多相书中的神相秘诀，分享给大家。下面就和小编一起来看看吧。一、看头型，看一个人先从头看起。古人曰：相者七分头，三分面。看一个人的荣华富贵，头型占7成，五官占3成。究竟什么样的头算好？头分富贵，又富又贵，不富又不贵。人的命运总体概括起来也不外乎这4种：一富，二贵，三是又富又贵，四是又穷又贱。头含贵的成分占7分，面含富的成分占3分。五官中代表富的是下巴。二、看下巴，下巴一定要涵盖腮帮子才好。一个人如果有比较丰满、挺拔、肥厚的好鼻子，他虽然有钱，但当运气走到鼻子这个阶段，即45到50岁时，这5年财富会很旺。若无好下巴或腮帮子，过了这5年一样还是贫穷。如果一个人即使鼻子长得不好，但有一个好下巴和腮帮子，晚年仍然会很富有。三、看股骨，有一种人头呈骨相，骨相里又包含了骨奇。什么叫骨奇？古人把骨相和奇相连在一起称骨奇。比如头中间突然凸得很高，就像年画上的老寿星，顶骨高高凸起，即是骨奇相。有的人是后天才长出来的，又叫玉枕骨。玉枕骨代表贵，古人说一枕骨意味着可得食禄17000担。古代看福禄大小用多少担来表示，按现在的说法，食禄17000担相当于一个县太爷的福报待遇。四、看天庭，上等头像是既有龙虎骨又有伏骨，比较匀称，即所谓的天庭饱满。饱满就是圆润，肥不臃肿，瘦不露骨。如果露骨了，内在的阳火很旺，脾气很暴躁，这种人往往图一时之快，不计后果。还有一说，10个瘦子9个贫，就怕瘦到有精神。有些人虽然很瘦，但瘦得很有精神，两眼贼亮贼亮的，他也会富贵。如果一个人又瘦又没精神，两眼浑浊无光，再加上没有声音，肯定贫穷。古人说有骨为贵，有肉为富。如果一个人肉很多，臃肿地堆在一起，也不能说是上等相，就是我们常说的某人一身懒肉。所以讲胖不能臃肿，瘦不能露骨。五、看须眉，古人说少看2道眉，临老宜复须。一个人少年是否得志，看的是2道眉毛，老了有没有福气，就看他一副胡须。究竟什么样的美好呢？并非眉毛又浓又粗又黑就好。看眉首先要看光泽度，光泽里还包含了秀。眉不仅要秀，还要有光泽。长寿眉是从50岁以后开始长的，这意味着长寿。若30岁就开始长长寿眉，意味着肾的阳气提早释放了，反而不长寿。如果有3到5根眉毛根特别长，有的甚至半米上，那是奇人异事。六、看太阳穴，2个太阳穴都塌进去的人，男女异性朋友的缘特别多，但这些异性的缘最终都会带来不良的、惨败的、可悲的结果。如果这个人太阳穴鼓鼓的，异性缘就特别好，则都会促成好事，得力的，给人带来好结果。七、看田宫，一个人的田宅宫长得圆润光滑，但上面长了个痣，这就把田宅宫全部破坏了。就像一个人的额头长得很好，光滑圆润，但上面长了个痣，便破坏了额头的格局。如果眉头、眉尾、眉中长痣，这都是好痣，这种痣招财、招人气。八、看骨肉，骨代表山的石头和气势，一个人有无气势，就看他的骨头。肉代表山上的土壤，山能不能生长隐藏万物，就看有没有土。如果有土够肥沃，就能长出参天大木和茂盛的灌木。如桂林的山就是有骨无肉，
没有土就长不成古树，所以桂林就不能藏风纳气，这种格局就很少出达官显贵富豪，即使出了大官或大富翁，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定会出问题，因为藏不住。通常大富大贵之人都是山有气势，很厚重，骨头和肉都很协调匀称。9. 看眼睛，眼和睛是两个部位，眼是整体，睛是黑点，即瞳仁。古人言，睛如点漆，必是大贵之人，像油漆一样乌黑发亮的人，必是奇人。此外，睛代表人的肾阳，一个人纵欲过度，他的睛一定是游离无神状态，暗淡无光，茫茫然。若睛欲比较好，一定睛如黑漆。古时张良向黄石公学艺，张良长得很丑，五官没一个好的，但黄石公一看张良睛如点漆，必是奇人异士，一下子就看中了张良，把兵书兵法悉数传给了张良。果然日后张辅佐刘，打了天下。10. 看鼻相，塌鼻子或断鼻子，从41岁到43岁这3年间，无论身体、事业、感情都处在最低谷，到44岁才开始有转机，步入45岁，机遇颧骨平行时就开始好转。如果鼻子看起来比较顺溜，没有坎，这种人在这3年当中，无论感情、事业等都呈上升趋势。这时你去告诉他，该投资就投资，该当官去当官，都不会付之东流，一定成功。如果是塌鼻子或断鼻子，这3年就要稳住现状，最好不出手，不要投资，不然会付之东流。等过了这3年，一切都要重启炉灶，重新开始，才有转机。11. 看脸型，如果整个头和脸都是瘦型的，有2种情况，一种是脾胃不好，如果一个人过去胖，但某个阶段脾胃不好，人就会瘦。还有一种就是这种体型，如果一个人从没胖过，一直很瘦，就算脾胃好，身体调理得很好，也不会胖，只是相对的饱满一点点。许多当家师就属于这种瘦体型人，他属于骨感型。骨头大的人属于清贵之相，骨为贵，肉为富，有骨有肉，富贵相。所以瘦不能露骨，露骨可以，但必须有精神。一个人很肥，但肥而不臃肿，不散不堵，也是富贵之相。两边的颧骨如果一高一低，或者一大一小，是内在的两股气不匀称、不协调。左边颧骨高的人气比较足，气足的人魄力过人，胆识过人，勇敢过人，容易冲动。右边颧骨高的人血比较足，血足的人稳重有余，行动不够，魄力不够。12. 看耳垂，古人讲两耳插天，贵不可言，两耳垂肩，富不可言。但人的耳朵不可能插天，也不可能垂肩，这是夸张的形容。那究竟是怎样呢？就是下耳垂和嘴角平行，才是富不可言。上耳阔齐眉，为贵不可言。古人形容贵用得天独厚，得天是指天庭，独厚即独一无二。得地讲的是鼻子以下的地格，得地就富有，地格比较宽阔的人就有钱财、奴仆、权力、后代等。凡是知名人士，无论是明星还是政界、文艺界、宗教界的名人，其上耳廓肯定高。一个不出名但有钱的人，做生意发大财的人，耳垂肯定向下垂。如果耳朵上插天，下垂肩，就又富又贵。13. 看令线，从鼻翼两边分出来的就是法令线。有法令线的人有权利，但不代表有奴仆。奴仆是心甘情愿为他做事。有法令线只代表这个人有手腕能力。一个人如果有权利，还有人为他服务，那就要看这些人是他运用权力和手腕抓来的，还是自愿的死心塌地给他做奴仆，使他获得权利，要2个方面综合来看。所以看帝王将相或统领3军的人，第一有法令线，第二有奴仆宫，即2个腮帮子都是鼓鼓的，即说明此人不仅有能力，手下还有一帮铁杆兄弟、敢死队，愿意在他手下鞍前马后，俯首称臣。14. 看痣位，如果痣不是长在法令线上，而是长在下嘴唇下面，是大富大贵之相。痣长在法令线上是权而无权，意思是权力上面钉了一个钉子，即使有权力也发挥不了，有人掣肘。古人把男人比喻成龙，女人比喻成凤，背上钉了个钉子，如爬墙虎，不管他怎么摇头晃脑也跑不了。无论男女，背后长痣都会很辛苦操劳，
若志长在脊柱上，纵然有才华、有智慧、很能干，也不能得志。帮别人、帮谁成功，不服气都不行。如果自己想立大旗，当老板、做帝王，那是根本实现不了的，因为龙被定住了，是飞不起来的。但不代表这种人不能辅佐别人成功，而如果胸口有痣，则说明这种人比较有智慧、有理想，而且比较有人缘、有善缘，有人帮助他。15. 看修行，一个人的面相会不会变？会变，绝对会变。佛所谓的32相和80种随行好，都是无量劫六度万行修行成就的，所以修行能够改变身相。一个人的五官面相绝对是7年一变，一个人的气及气色1个星期一变，五官皮肤的纹路包括手纹都是7年一变，而一个人的神韵是7分钟一变。肤色清透的人，即使五官每一个长得好，也必有10年大运。如果五官好但气色不好，脸上有一层锈，就像一个金刚罩或一层纱窗把它给套住了。他一旦被这种能量场套住，整个思维都会错乱。如果他的心量能够打破这个金刚罩、这个纱罩，他就冲出去了，他的整个思维就会随之而改变。所以说，五官好不如气好，气好不如神好。相术虽有其可取之处，但不能作为尽信的标准。事物是变数的形式发展的，人能所掌握的只是自己的行为。想要有更好的生活，就要付出相应的行为，行为才能改变现实，否则即使有富贵的相和根骨，也成不了富贵的人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